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是习近平的誓言和中国的政治现实，第二个是路透社说中国将禁止假期补习教培行业灭顶之灾那么我们先讲第二个，然后我们再来讲，因为把这时间腾出来，我们来慢慢讲，好吗？先讲路透社这个报道，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将试行禁止学童在假日补习，目的是减轻学童的压力，并通过降低家庭生活成本来提高出生率那么相关的整顿补习行业新的规定最快会在7月实施。路透社报道说，新的规定将会在北京、上海等9大城市或者省份试点，禁止寒暑假期间线上线下补习，最早可能在下个星期宣布这个政策那么这个新的规定比预期的还要严格，可能会使得课后补习类的公司的年收入减少70%到80%。这个改革方案是针对幼儿园，就是 K 到12的教培市场。那么这个市场这2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么这次呢是首次把这个减负和提高生育率挂钩那么这份意见提到了中小学生负担太重，校外教培机构无序发展，那么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突出，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那么中国陆续的已经展开了对这个教培机构的整顿，但是路透社的报道首次把这个减负和这个出生率连接起来。5月31号，那么中共突然宣布将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放宽，就是开放三孩政策，那么并且实施配套措施其中提到了什么呢？降低家庭教育开支。那么5月21号习近平主持这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个被简称为这个双减政策那么6月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记者会，宣布惩罚13家教培机构顶格罚款，总共合计罚了3650万元。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惩罚说他们虚构、夸大、诱导然后这个教培机构13家是新东方、学而思、精锐教育掌门1对1、华尔街英语、达达英语、卓越微学、名师、思考乐、邦德、蓝天、纳斯书院总共13家。那么前期还有这个作业帮和猿辅导总计是15家那么市场监督管理局说这次整顿主要是针对1线城市和大型机构，派了3个检查组，北上广深那么现场检查，那么破除校外培训行业的潜规则，形成有效震慑那么当然前面刚刚开完会，这边马上干活拍马屁那么6月15号这个真的来了6月15号是真的了，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这就专门有部门来管你了，对教培行业开启全面监管的序幕业内人士认为校外培训行业发展将不再由市场主导那么从今年3月份开始2会期间就开始释放整顿这个教培行业的这个信息，那么13家在海外上市的这个教培机构股价喋喋不休，然后这些资本投资机构就开始卖清仓那么高瓴资本清仓好未来一起教育，然后是景林资本减持好未来，老虎基金
清仓高途，然后这些教培机构就开始裁员，高途宣布裁员30%，所有直播业务全部关停。猿辅导、作业帮、VIP Kid 宣布裁员，然后字节跳动裁员，这个作业帮暂停招聘然后这个股价雪崩基本上是这样。现在的情况是教培行业一片恐慌就把大家吓得够呛。共产党就是喜欢干这种事情他干起这种事情来很爽，他们是就是共产党，他只要他有条件，他就要让大家过得都不好就是这样的所以目前监管的动作和企业的行动印证了双减意见的这个严厉程度。那么从这个政策落地到目前来看，这个教培市场将面临巨大的萎缩那么有一位教培的老师说业内说是教育减负业内自己说让人愿意多生点孩子，主要是扭转应试为目标那么这个疯狂的课外补课的模式要扭转这个形势。那么到底整顿的范围有多广就不好说，现在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大概是这样。那么期望是说法是取消这个补课，那么家庭教育成本会下降，那么大家都愿生孩子那么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说法。当然如果假期禁止上补习的话，那中国这几万家培训机构都会破产，因为培训机构都是假期补课，80%以上的收入都是来自假期补课。如果假期补课取消的话，那肯定是要破产。但是呢，有行业业内的人认为，课外的应试培训不会消失。这种应试培训就是针对，就是除了兴趣班以外，就是兴趣班那些就不用说了，主要是针对这个功课的这种补习，应该不会消失，只是它会用个体的方式转入地下，导致参加这个补习的人的成本会增加这是一种说法，就业内人士会这么觉得，因为需求还是很强烈那么业内人士也说这个实际上整顿教培从2018年就开始，那么今年两会习讲话之后呢，就升级的就非常的快，就是你发现没有，只要习一讲话，底下人就像疯狗一样在干所以呢，教育局这个工商局税务局就各种检查处罚就各种都来，所以本来教培行业去年疫情倒了一大堆剩下的都苟延残喘，现在这一来基本上就苦不堪言那么如果真的寒暑假禁止补课，那基本上所有都得关门，养不住的。但是呢，我是这么看就是说教培行业会给孩子增加负担，这是事实然后教培行业教育培训家庭负担增加，这也是事实。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会存在？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不是说地上水湿了，肯定有人泼水上去或者倒水上去，你不能说这个地板不能湿，你不能解决地板湿的问题。你说地板不能湿，你要解决有东西倒上去的问题。所以呢，现在的问题是把这个责任全部推到这个教培机构上，教培机构只是顺应了市场的需求，市场有需求它就会存在，市场没需求它怎么存在？当然它中间有一些夸大，这个是有的，这是存在的，你可以打击它，
广告法存在啊，对吧？工商机构可以存在啊，可以整顿这些不良的销售方式。对不起，那是市场行为，但是本质上市场有这样的需求，你就应该允许它存在。而且数以万家的这种教育机构，多少就业在里头啊？那但是我认为，共产党做这个动作，你看，共产党做事情就是这样啊，他想起来冠冕堂皇，但是背后有其他的意图。我认为他针对教培市场这个打击，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对民间资本介入教育这个行为不放心，就是对资本渗透这个教育不想。因为什么？教育涉及到意识形态。对不起。其实过去2-3年来，中共一直在削弱，把民间资本赶出教育行业，这件事情一直在做，对教培行业下手。对不起，只是占领阵地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我认为，中共背后的意图，其实这个意图。至于说跟这个提高这个生育率的问题，这哪是这个有影响吗？有关联吗？有，但是这绝对不是中共的主要的意图啊，那是搂草打兔子，找个说法而已啊。好，我们就先把这个教培教评灭顶的这个新闻跟大家先播报一下，因为我们上次也报了一次啊。那么这接着说，第二个我们讲讲习近平的誓言和中国的政治现实啊。为什么？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啊，习近平带着一堆中共高层高级干部在那宣誓啊。那我们就讲讲啊，新闻是怎么回事。习近平18号带领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中共党史展览馆参观这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中共党史展，然后带领党员，其实所谓的党员就是中共高干，中共它就是核心干部啊，在这个展览馆，中共党史展览馆啊，在那重新宣誓啊，入党誓言啊。那习近平在宣誓之前做了一番讲话，他说：“我党的100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不啦不啦不啦，讲了一堆啊，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啊，这就是皇上啊下圣旨啊，什么通过参观学习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啊，等等，呱啦呱啦讲了一堆，然后就参观啊。参观结束之后，习近平就带着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个党史展览馆红色大厅啊，然后重新这个宣誓，这个宣读他们入党誓言。那么参加这个宣誓的有谁呢？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李克强、栗战书啊，李克强总理，栗战书人大委员长，汪洋政协主席，然后是王沪宁、赵乐际啊，这个韩正、王岐山就是前面就是政局常委加一个副主席王岐山，然后还有谁呢？政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国务委员。这个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长、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但是我看现场的人呢，就不可能全部都来啊，全部都来肯定站不下，应该就是来了一部分啊，这样。然后宣读党的誓言，入党誓言，入党誓言都很正常啊，就是
自愿加入中共，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的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奋斗终身然后随时准备牺牲最后有一句话，这个誓言有一句话叫永不叛党。这永不叛党是什么意思呢？理论上来说，谁会愿意叛党？理论上不愿意叛的，就是我参加你，我就不会背叛你。但是理论上来说，我会改变，我有看法有改变。那你不能说我一进去我就不能出来了。但是中共的这个党的章程里面又允许党员退党，那你这头宣誓说永不叛党，这头又允许大家退党，你这不矛盾吗？理论上来说，你不应该允许他退党。当然，这个宣誓呢，看上去，一个这样的誓言，基本上就是进去了就别出来的意思大概是这样。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党的誓言这个誓词，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发毒誓的那种感觉发毒誓的感觉，就是一群人在那举着手还有一个就是保守党的秘密，党有那么多秘密吗？党应该没有秘密向全人类负责，为全人类的利益谋福利，有什么秘密呢？但是呢，在这个宣誓有点奇怪。第一个，这个动作不应该是党庆那天做吗？怎么会今天这个6月18号，就又不是时又不是节，这个13不靠的日子，用意何在呢？就是因为去参观，然后就顺便宣个誓，这有点奇怪。因为你要知道，参加宣誓的人，你一看这个阵容，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国家仪式国家主席、总书记、军委主席在站在前头，后面啪啪，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所有的基本上中国最重要的官员全部在里头宣誓，那是个国家行为，这个国家行为没头没脑，为什么今天发生？难道是因为周末吗？这不大像看得过去，所以就很奇怪。这个13不靠的日子怎么搞出一个宣誓来？当然，毫无疑问，这是做一种宣传，这是具有表演性质。但是表演性质你也得挑个日子呀。那为什么？我想了很久，我想不明白，只有一个解释。什么原因？他想他要，他愿意，他可以。他是谁？习近平显示什么呢？习近平的行为，或者是他推动的一些行为，越来越反映他的个人意志。他说，当然，这背后是什么？背后应该他的权力更大他的权力更大了，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按照他的个人意志去做一些事情。这件事情是很危险。对中共来说，这是危险的一个迹象。你想一下，6月18号马上7月1号党庆，你党庆把这个动作放到党庆里面多好嘞，对吗？这个形式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家再宣个誓，哇，这个很有仪式感。你这几十个人跑到这个展览馆里面去宣誓，什么鬼？那是什么鬼？这个不搭，出这主意的人脑子要么就是习近平自己想出来，出这主意的人没想好这事那么这是一个，就宣誓这件事情本身那说到这个中共的这种誓词，我就想顺便讲讲，他不讲不忘初心嘛？那我们到底看看他初心到底是什么？中共是1921年成立那么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中共19大，中共修改了19次党章，就是每一大都修党章，所以他的党章这基本上是就像面团一样揉来揉去的
所以我们一点都不严肃，非常不严肃，没事老修改。然后呢，从1大到6大全部都是由共产国际指导制定啊，就是党章啊。所以我们之前节目讲，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中共是苏共的分支机构啊，这是真的啊，这真的。共产国际是什么？共产国际就是苏共的国际部，所以实际上中共就是苏共的一个分支机构，讲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傀儡啊。那么到了1943年，这个打起仗，2战开始打起来，共产国际解散，所以从45年中共7大开始，他自己就制定了党章，但是他自己制定的党章呢，他也要给苏共看同意啊，所以虽然它叫自主制定，但其实并非如此啊。1大中共成立这个党章，其实当时是共产国际用俄文写的，中共的第一个党章，写完之后带到中国去，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所以呢，他这个党章呢，这名字有点怪怪的啊。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中共的初心到底是什么。那中共党章就是1921年中共1大通过啊，然后就是第1条，我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规则定下的规矩，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国民加共产党啊，国民加共产党就一路下来，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这个捷克共产党，就是按照这个命名方式啊，它有命名规则。我们党的纲领如下：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啊，这有点怪吧？这是翻译体啊，这就翻译体。第二，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第四，联合第三国际啊，这就是它的纲领，纲领就是4条。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是联合共产国际啊。其实它就是阶级斗争，一个是阶级斗争，消灭资产阶级，就是这个啊。然后他就第6条，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啊，等等啊。第11条还遗漏没有等等，我就不念了啊。那它有2个注解，第一个注解，此系俄文版原著。第二就是1922年第2次代表大会曾经激起激烈的争论。这就是1大的这个党章啊，党章，其实就其他就没有什么，怎么5人以上成立委员会啊，等等啊，就是怎么成立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纲领，纲领就4条啊，纲领就4条，就是消灭私有制啊，所以大家记到初心是什么？初心就是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初心啊。我们再讲讲现在的党章，改了19次的党章，党章是什么样子啊？它分成什么呢？总纲啊，然后是第1章党员，第2章党的组织制度，第3章党的中央组织，第4章党的地方组织，第5章党的基层组织，第6章党的干部。第7章党的纪律，第8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第9章党组，第10章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第11章党徽党旗啊，这就是整个党章的结构。
党章的结构呢，后面其实都不重要，从第1章到第14、11章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总纲啊，总纲讲了3件事，中间的废话我全部去掉，讲了3件事，第一叫初心，第二叫立场，第三叫本质。我们看看它的初心、立场和本质是什么，我们就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很多人经常搞不清楚共产党到底是干什么的啊。那我们来讲一讲，初心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忽悠吧？工人阶级，共产党现在有哪几个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一个都没有吧？啊，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啊，你怎么吹都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当然你独裁嘛，那你就领导核心吧。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是胡扯。最后面这就胡扯了，肯定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没有人可以代表人民的利益。你怎么代表？把钱全装到你那儿，你就代表了，是不是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这才是核心，前面全是骗人的，后面是真的。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啊，这就是第一个初心，初心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第一个啊。第二个立场，大家记住他的立场是什么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啊，市场经济就是手段嘛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什么意思啊？人民民主专政，民主跟专政是对立的，你要么是专政，要么就是民主，你不可能是民主专政。专政嘛，专政是什么？专政的另外一个词叫独裁，或者叫专制。所以民主专政这件事情，那民主就是假的，专政是真的，专政就是专制或者叫独裁。所以第一，社会主义；第二，专制；第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啊，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啊，4项基本原则。4项基本原则是什么？我再读一遍：社会主义、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4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哪个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啊，4项基本原则，记住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4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党章里面的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啊，所以很多人经常会觉得中共里面有左派，有保守派，有改革派。中共里面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中国里面只有2个派，当权派和不当权派啊。这是立场。第三，本质，中国的本质是什么啊？中本质他有一段话，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人话是什么意思呢？人话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中共独裁，没别的，就是这本质。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中共独裁，垄断政权。那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啊，那这是骗人的啊。然后最后有一句话叫“党政军学民，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习近平天天讲的话，就是意思就是我最牛，权力全是我的。那我前2天呢，我看见网上有一个帖子啊，就是问什么呢？问中国到底有多少个书记啊？我就算了一下啊，书记有多少个？我们通过这个呢，书记是什么呢？书记当然是党委了，党委才会有书记，党委书记。那么还有党支部也有书记，党支部、党委这个有书记。
那我们再来衡量一下，我们来看看中共到底有多么庞大，你就知道中共垄断了多少权力。因为你要知道，党的组织有负责人，当他有一个负责人，他就有个机构，当他有一个这样的机构的时候，钱是从哪里来？全部从政府来，就是老百姓，中国人是在养中共的啊，养这一群党。我们算一下，中共到底有多少个书记，你就知道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什么。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叫政治现实啊？政治现实就是我们看看中共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党的书记、党委书记到底有多少个？我数给大家听一下啊。先说这个地方机关，地方机关呢，省委书记34个啊，大家知道啊，34个省自治区啊，然后是市委书记，市委书记这个讲的不包括县级市，讲的地委书记啊，就是地级市，333个啊，这是第二个。县委书记啊，县委书记是2861个，然后乡党委书记。我们就乡或者是镇啊，乡党委书记44067个啊，这都是有公开数据的。然后是村支书，自然村，中国有多少个自然村啊？村支书有663000个啊，村支书。居委会，中国有多少个居委会？77000个居委会。合计我们讲地方机关。地方的机关总共有787195个。我讲的，我们现在定义的书记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书记，是负责人。那比如说某个局有局长有书记啊，局长和书记都是负责人。我讲的是这个负责人，不是讲的某一个科室的书记，不是的。是负责人，所以787295个书记都是管一方事务的负责人，有78万，地方的书记有78万个。好，中央机关部级机关是80个啊，所以有80个部长。那比如说人民银行有个行长，就有个书记啊，那么发改委有个行长。也有个书记啊，那么有80个书记。局级机关1600个啊，中央机关，处级机关有12800个，加在一起总共是中央机关有14480个书记，这是中央机关。国企啊，对吧？国企这是大票啊，国企有多少个国企，就有多少个书记。有多少个总经理、总裁，就有多少个董事长、书记啊。那么总共国企有多少个？24万个。把中央机关、把地方机关再加上个国企，总共中国大地上管一方事务的书记有多少人呢？1041775个书记。这些每一个书记。他都有一个机构管一方事务。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吗？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啊？习近平讲他们的要实现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初心。共产主义是干什么的？共产主义干2件事：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就垄断政权。其实所谓共产主义就是这2件事情。消灭私有制，拿到权力，拿到政权，然后垄断政权。那么他推行的运动叫社会主义运动啊，推行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这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干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们现在跑到中国来，有多少人在做这件事情？1041775个书记领导的大大小小各种机构在做这件事情，这就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现实。我们经常讲
讲中国要改变，真正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的现实，对中国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就是这100万人。共产党是谁？普通党员根本不算啥，普通党员跟其他人差不多。什么是共产党？就这100万人是共产党啊！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习近平的誓言和中国的政治现实告诉大家。我们也通过这个呢，来看看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他们现在的情况，为什么中国现在会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有100万共产党在干这个事情。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明谢 Mike 猪，谢谢郭九英，谢谢。情况，国内实际情况，2线城市一所最好的中学，校长在一个场所上说，2005年前630分满分，我们收450左右就可以上。现在700分满分，我们收到650分。现在教育内卷化严重，我作为家长，每月交的补习费数以万计。这个政策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就是优质资源太少，和教育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内卷化其实是能够形容这件事情的本质的啊，就是说优质的教育资源太少，那么我们要去追逐这些少的优质资源的时候怎么办？我就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那怎么办呢？上课大家都是一样的上课，那首先我要想办法找一个好的学校，那就打破头，进学校之前就已经开始竞争。进学校之后还要竞争，其实所以从幼儿园就开始竞争，就是你开始的早一点，我再开始更早一点，就是这样。所以本质是什么？教培市场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导致这个学生之间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才会有教培市场的需求。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把教培市场杀掉，不解决任何问题，大家还在竞争问题如何将取消补习和降低生活成本联系起来？只要需求在，取消正规市场之日，就是地下市场起来之日啊！想不明白，非常对。你把市场上的这个机构灭掉，那市场就会出现黑市啊，就是这样啊。这个肯定是对的啊，这个肯定是会发生。观点：补习的原因是因为高级教育资源、就业资源的不足，家长被迫让孩子尽早卡位，期望在未来达到比其他人更高的高度，才可以拿到有限的资源，更好的生存下去。在不增加教育资源和就业资源的情况下，课外补习只会转变形式而已。比如学校加长上课时间，而加长的这部分另外收费，这样课外补习就变成课内补习。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不解决，培训班就是自欺欺人。学校我觉得不可能，学校教育部会检查他不大敢做这件事情。那校长不想混了啊，那我觉得不会变成校内补习，那会用其他的方式吧，我觉得就会化整为零，就是那些原来给大家上课一个班上课的老师，可能就会偷偷摸摸的在自己家里收几个学生，然后我就10个学生8个学生就在我家里自己上补习课了，你也没办法抓不到我，对吧？我就在家里上课，你总不能到我家里来查吧？我觉得可能是变成这化整为零啊。
观点：教培的本质就是偷跑，大家都偷跑就是内卷。观点：取消补习班能提高韭菜生育率，真是想骂街。没有生育鼓励配套措施，政府不让利，最后拿教培开刀。校外补习兴起的本质是内卷化的结果。打击培训本质是要全面党管教育。正如王先生所说，真是自作王八蛋。OK， 情况我不觉得教培会消失，很有可能会转为地下。现在很多请家教的是1对1辅导，全靠口碑、微信传播，或者是家长私下悄悄找上课老师去辅导。当然，这种开班一个班10几个人可能会转入地下而已。其实中共的政策执行力没那么强，很多时候是政府制定了规则，然后基层装模作样执行一下。上一级领导只管下达任务，然后收了钱就装不知道，这个机构还在存在，剩下该干嘛干嘛。大体上会是这样，面上的东西你会看不到，然后就化整为零，然后就说效果很好，然后领导也知道底下人在骗他，但是他也要骗上面的领导，所以的确是这样啊。共产党不就是干这种事情吗？观点：政府会投资组建国有培训机构啊？那不可能，那是不会的。你想多了啊！你想多了，共产党不干这种事，他无所谓呀。他投资干什么？他才不投资呢。观点：政府禁止假期补习，降低育儿成本，来提高生育率，真是本末倒置。根本问题是僧多粥少，好的教育资源少，就业资源少，大学就这么多，所以为了孩子能进好学校，能找到好工作，家长肯定大量投资在教育上。现在砍了教培行业，不会降低教育成本，反而毁了一个行业，让经济雪上加霜。非常对，非常对，愚蠢，蛮干啊！观点：这个对教培的操作和 P2P 如出一辙，监管不了就全砍掉，一刀切的暴力施政手法随处可见，非常正确。观点：从政治上讲，这是革命斗争，是中共在争取意识形态，牺牲就业市场不是问题。从减负本身讲，从教育治理机构是不太可能达到目的的。各级领导都装糊涂，减负绝对没有错，但不给中产出路不行。拉低中产不能被中产阶级认可，社会会更恐慌，会有另外的替代品出现。政府会投资组建国有培训机构，我不相信。加大党支部渗透民间机构等等，这个我不相信。另外，如果这个政策造成中产阶级外逃，可能也是一个后果，有道理。中产阶级就走呗，我这里没办法弄了，我就走呗，移民呗。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这个政策是个阴谋。中国人很喜欢阴谋，这明明是阳谋嘛，你说呢？情绪 CCP 从来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根源是他们自己。太对了，所以遇着问题绕着走，绕不过去的时候开始野蛮行动，还觉得自身很厉害。那些失业的老师和从业人员背后都是许许多多的家庭，也需要生活，需要经济来源，可这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没有政治权利，什么都没有，有的也只是暂时的，说没就没了。说的真好。这个观点：虽然对中共打击教培行业动机表示怀疑，但是本人坚决支持取缔基础教育培训。并不是市场需要这个行业，而是这个行业利用中国家长的虚荣心绑架了社会。你肯定不是家长，你讲这个话肯定不是家长家长不会讲这个话。观点：中共办事经常是为了达到单一目标不惜一切代价，要扑灭疫情可以封城，带来多少问题都可以不管不顾，要减少人口搞一胎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现在需要增加人口，希望大家多生，又是相关行业可以牺牲，这样搞下去只是问题越来越多，最后导致社会无法运转。观点：这个誓言怎么有点像纳投名状？
杀兄弟者必杀之的感觉。情况，入党誓词宣誓的片段被做成了宣传片，在微信用广告推送的形式在朋友圈出现。周末刷朋友圈的人基本上都看到这个视频。你看到的视频吗？我看到视频，我觉得那个习近平的拳头好大，沙钵大的拳头感觉啊。观点：习带领常委宣誓，目的是宣誓对抗西方的决心。大家都绑在一辆中共战车上一起战斗，我才不信，他们还战斗？共产党现在哪能战斗？他们搞阴谋诡计差不多。提问：这次赶在7·1之前上空间站的目的是什么？也是献礼跟扬威工程一把吧？我还是那句话，中共的太空雄心就是郑和下西洋，没有区别，一样的啊。情况，刚刚看到一条朋友圈，人民日报发布做家务年龄对照表，舍不得用孩子才害了他，多生几个以后就不用做家务了啊。观点，在采访普京问及中国武统台湾的问题，普京那笑点应该是来自他眼里中共是一个自己没有整明白自己是什么的东西，却来挑战那一大片传统西方列强。普京用长期对付西方那些国家的俄罗斯底蕴看世界的，其实就在笑中共这个小丑在世界角色里的搞笑吧。我怎么读不通你这个文字呢？普京不过是个独裁者，他很了解习近平，因为他知道一个独裁者很了解另外一个独裁者。他这么笑，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他要掩饰，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情况，宁波工程学院黑人外教奸杀大3女生，这个外教已经在校内其中一个学院辞退，却又被另外一个校内聘用，换来换去还是校内教工，高校的管理混乱可见一角。出了事，死命洗洗，悲哀。情况，彭博社爆料，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一项芯片对抗计划，通过发展第3代半导体芯片，以克服美国的制裁。据透露，刘鹤将是该计划的主要负责人。芯片大跃进还在继续，你漏了一个关键细节：1万亿美元，中国准备投资1万亿美元。1万美元是多少？中国1/3的外汇储备。搞得定吗？我觉得他投3万亿美元都不行。为什么？大家知道，芯片这个行业跟很多很多的行业，你把这个芯片拉开看，很多很多的行业有关系啊。那么中国这些行业怎么样？中国这些行业都不怎么样，所以这不是一个芯片的问题，是整个半导体的行业的问题。所以中国自身没有这些技术，基础的东西没有，你从基础开始投，你想一下得投多少年？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靠谱，非常不靠谱，迟早会完蛋。我觉得迟早会完蛋啊。观点：现在的中共党员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只是挂这个招牌，享受荣华富贵。我希望他别有，有了更麻烦啊，有了更麻烦。观点：现在90后都有点反骨，我不同意。感觉40年后中国要大变，因为90后当政大变，这种没意义。为什么？拍脑袋随便说感觉。观点：最大育儿成本其实是高房价，几百万一套100平米2居室，如果多一个孩子，生活质量会下降。就是最好计划生育，就是高房价提高女性教育。
提问：王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地级市教培行业的英语老师，我们很多进不去编制的大学毕业生都在里头混口饭吃，地方没什么别的产业，如果取消了教培机构，真不知道去哪儿。非常对，其实呢，现在呢，教培行业才是大学毕业生去的最多的地方，真的是这样啊！你把这个行业搞掉，我不知道他那些大学毕业生去哪儿。提问：既能洗脑又能赚钱，中共为什么不投资教培行业？这么费劲的事情，他为什么会干？你以为教培行业容易啊？一点都不容易，那钱挣起来非常费劲的。他干嘛干这个？你说他有必要干这个吗？这么市场化的东西又不能垄断，你说是不是？共产党干的事情都是什么？简单，跟意识形态有关，垄断。他为什么干这种事情？观点：教育的内卷根本还是中共垄断了市场，导致好的就业资源非常有限。本人美国 Top MBA 毕业，美国的投资银行顶级咨询公司麦肯锡、BCG、贝恩每年在美国一年招几百上千人，前50的大学都有机会，但是中国 NBB 每年不超过100人，除了 Top 4的本科尖子生，其他学校都很难。市场化的商业市场蛋糕做不大，哪来的高端职业？没有关系的中产阶级只能挤破头去争抢，非常有限的国企、公务员、事业单位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中国现在核心的问题其实还是中国的产业链的问题中国还是在制造业稍微上一点点这个范围。那在这个范围之下，你有多少就业岗位？大学生的就业岗位，或者是研究生、博士的就业岗位没有啊？那你有那么多人去读大学，你怎么搞？提问：最近看到很多网友发护照停办，不允许换发，除非是有留学的目的，那么要交证明才可以。官方说法是疫情期间无必要不履行，有时候很担心真的出不了国，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太多虑，真的是只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困惑。请教王老师怎么看？我没什么看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你的那本护照捏在共产党手里啊，他哪天不想不让你出去，他就能不让你出去。为什么？对他来说，你是什么？你是韭菜，你走了，这我没地儿搁了。而且你出去要用外汇，我外汇松的时候我让大家走，外汇不松的时候我就不让大家走。中共现在他的自信心来自于什么？他的自信心来自于他手上握着的我叫数字集权工具。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哎呀，你看美国这么落后，你看看我们都不拿钱包，我们就拿手机就好了。出门想吃想怎么花钱都行。你看我们这个多方便，这个多方便，那个多方便。别忘了，你手上握的这个手机，就是中共的数字集权工具的载体。所以中共的自信有一半来自于这个东西，所以这不是什么好事啊。我也不知道，护照这个事情能办就尽快的办，想办法办到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就是你够不够努力了。拿到护照再说，尽量的去把护照拿到手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手里没护照，本来应该护照平时就应该办好放在那里的，为什么没有护照？我不理解，到期了你就要换呐，为什么现在才来搞？情况现在中考控制上高中人数了，考不上的不能复读，只能中专，高考也是。情况内卷和躺平成了2021年中国年度词汇。观点：王老师真的真具慧眼，早就料到过中共会对教培行业动手。武汉封城前几天，偶尔看到王老师的节目，从此开启明智。谢谢王老师的辛苦付出，给我老师大大的赞，谢谢啊，谢谢，明谢。
Alex 杨，姥姥王，谢谢。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为王先生的才华和学养还喝彩，谢谢啊。东野主任，谢谢。王先生是真棒，是超棒的媒体人，赞，谢谢。Sunny 丁，谢谢。HJ1985，谢谢。起来迟了 ，miss 了直播，王老师一杯咖啡，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周末愉快，谢谢。